1996年，《权力的游戏》小说的第一部在美国首次出版发行。2011年，电视剧版《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在 HBO 开播，直到2019年，电视剧第8季，也是最后一季完播，掀起了观众们的巨大热情和讨论。2022年，《权力的游戏》前传之一的《龙王家族》再度开播，至今已经完结了2季。龙王家族讲述的是坦格利安家族内部分裂，最终导致家族没落的故事。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角色是这部前传中的人物。龙王家族的故事围绕血龙狂舞事件展开，在这段故事里，贵族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残酷的死亡，有的人被巨龙吐出的火焰吞噬，有人反复遭遇权力的背叛，有人在战场上死亡，有人在自己的城堡里遭遇暗杀。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角色与这些人物都不同，他们的死亡让许多观众都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他们2人之间的那场战斗完全不是仇人之间的厮杀，它更像是一个人在亲手杀死另一个自己。他们是双胞胎，拥有相同的长相，高度相似的人生，同样都穿着玉林铁卫的白袍，可最后他们却站在了彼此对立的阵营。今天我们想从心理学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聊一聊卡盖尔兄弟，聊一聊为什么同样的人却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嗨，我是骑士比利。如果你也深受那些负面情绪的困扰，生活和工作陷入了一团糟，那就不妨来看一看我们新的在线心理课程已经上线，就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中，现在加入还有早鸟优惠哦。话不多说，正片开始。卡盖尔兄弟2人是双胞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他们谁是谁。他们的身份也一模一样，他们都是君临城御林铁卫，穿着同样的白袍，甚至他们2个人的名字也只有一个字母之差，一个叫亚历克·卡盖尔，另一个叫伊利克·卡盖尔，整个姓名只差第1个字母，一个是 A， 一个是 E。 这兄弟2人都来自卡盖尔家族。卡盖尔家族的家徽是一只金鹅，家徽的背景底色是从右上角至左下角的黑红2色相间的倾斜条纹。这个家族一直到7王国的骑士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仍然存在，但是到冰与火之歌的故事发生时就已经消亡了。这个家族的家徽上的元素就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心理意象。黑色会让人联想到未知、死亡、阴影等意象，而红色象征着血液、愤怒、欲望，既有生命力的含义，也同时具有暴力和毁灭的含义。发生在滦河双子城的导致凯特琳和罗伯死亡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就被人称为红色婚礼或是血色婚礼。而黑红2色相间会给人以躲藏在阴影中的危险这种不好的感觉，这也是许多文学或艺术作品中用来渲染相应场景的2种颜色。而与此同时，2种颜色相间也象征着卡盖尔兄弟2人相互之间的危险的宿命。而对于倾斜的条纹来说，人类的主观感受实际上更加愿意接受水平或是垂直的对称图案，因为那样的图案给人以充满平衡的心理暗示。但是卡盖尔兄弟虽然是孪生兄弟，他们的家徽却使用了倾斜的图案，让人产生出一种平衡被打破的感受。
这也对兄弟二人乃至整个家族的未来充满了暗示。家徽上的金额在许多故事中都代表着无穷无尽的金钱，但同时也代表着与之相称的无穷无尽的权力和贪婪的欲望。你可能会说这是西方人的意象，但其实我们中国的传统故事中也有相同的意象，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把这种意象显化在金额这件东西上，而是换成了其他的事物。例如神笔马良手中的那支神笔，它代表了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财富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但与此同时，神笔的阴影面就同样是无穷无尽的贪婪和欲望。让我们把话题说回到卡盖尔兄弟身上。我们刚才提到，卡盖尔兄弟二人在韦塞里斯一世当政期间就成为了御林铁卫，同时披上了白袍。在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中，我们曾经在讨论詹姆·兰尼斯特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分享过，御林铁卫看上去是一个职务，或者说是一份工作，但是他对参与其中的人有着近乎宗教一样的某些硬性的束缚。成为了御林铁卫的人，被要求一生都要无条件地忠诚于国王，无私无己地服务于国王，并且更加严厉的是，规则还要求御林铁卫克制自己的一切欲望，以至于他们不能结婚，不能拥有后代子嗣。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的故事中，詹姆·兰尼斯特早在被北境联军关押的时候，就向罗伯和凯特琳提出过质问：到底什么才是忠诚？如果国王让你去做一件不该做的事，你还会去做吗？也因此，御林铁卫不仅仅是一个头衔或是一份职位，它成为了一套沉重的心灵枷锁，并且更进一步的，它还会变成这个人的某种人格角色，或者说人格面具。御林铁卫的一生其实都成为了王权的延伸或工具。这就意味着詹姆也好，卡盖尔兄弟也好，他们都将一辈子活在这个社会身份里，而不是作为真正的自己存在。我们不止一次提及过荣格所提出的心理学概念人格面具。简单来说，人格面具是一个人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获得来自社会的更大的认可和接纳，而在无意识间所扮演的某一种社会角色，比如好父亲、好员工、好伴侣等等。而御林铁卫本身就像一种巨大的人格面具，当角色与内心发生冲突时，人们会怎么办呢？整个权力的游戏里，有不止一个角色的身上发生了御林铁卫这一面具与自己的内心发生剧烈的冲突。詹姆·兰尼斯特选择了自己的内心而杀死了蜂王。老将无畏的巴利斯坦因无法忍受瑟西和乔弗里政权的愚蠢，面对他们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而想要将自己免职，巴利斯坦愤而脱下白袍投奔丹尼利斯。甚至就在龙之家族的故事线里，御林铁卫克里斯顿科尔也因为无法平衡自己御林铁卫的身份和对王国之光雷尼拉公主的感情，在剧情中上演了一出痛揍情敌并企图自杀的戏码。所有这些发生在御林铁卫身上的故事，也同样发生在了卡盖尔兄弟二人的身上，而这才是他们两人真正的悲剧。这一场悲剧的源头就源自于龙王家族的内战，而这场内战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绝对正确的一方。老国王韦塞里斯一世终其一生都想要延续坦格利安家族统治下维斯特洛大陆上的长治久安，
他一边躲在雕刻屋里怀念着家族过去的光荣岁月，一边极尽全力地想要避免任何冲突。因此一直都没有男性子嗣的他，向来都不希望把继承权就这样让给弟弟，因为弟弟天性好斗，行事鲁莽而激进。他怕铁王座如果被弟弟坐上了，家族的统治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于是他一直想要生一个儿子，根本不管妻子的身体是否已经撑不住了。最终他的妻子死于难产，而他翘首以待的儿子也仅仅只存活了1天。为了这片大陆的安定，为了不让世人对继承权有所争议和觊觎，为了坐上铁王座的君王能是一位爱好和平的贤君，更为了闭上那些对继承权指指点点的人的嘴，他指定了女儿雷尼拉为王国的继承人，并要求贵族们发誓忠诚于自己的女儿。老国王的女儿雷尼拉，在那个普遍认为男性才具有正统继承权的社会背景下，越过了老国王的弟弟，被动而强行地成为了铁王座和整个国家的继承人。而老国王却在这之后，因为被自己内心涌出的各种负面情绪所严重困扰，身居高位却内心孤独不为人知，被海塔尔家族设计钻了空子，娶了海塔尔家族的女儿，同时也是公主雷尼拉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阿利森·海塔尔为妻。不久之后就生下了男性子嗣，于是分裂就此开始。有些人认为，既然老国王当众宣布了女儿是继承人，那就应当执行下去。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老国王本就有弟弟这个第一顺位的男性继承人，现在重新续弦之后，还有了新的男性子嗣，按照传统就应当是老国王与新女王所生的儿子拥有第一顺位的继承权。国光公主雷尼拉所代表的黑党与海塔尔家族把持和操纵的绿党，很难说这两边到底谁是谁非，而两派的分裂在老国王死后渐渐公开于天下。为此，这种分裂也开始影响到了整个王国的上上下下，这其中就包含了卡盖尔兄弟二人。如果按照白袍御林铁卫的誓言，两兄弟必须要无条件地忠诚于王室。盘踞在君临城里的绿党女王和幕后的海塔尔家族，趁着雷尼拉公主不在城中，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给自家的孩子施了涂油礼，举行了登基仪式，成为了名义上名正言顺并且有着众人见证的新国王。那御林铁卫在原则上就必须要忠诚于这位新国王，连带着服务于躲藏在幕后的海塔尔家族，看起来就应该是这样，对吧？可是海塔尔家族的几位小王子，虽然个个都顶着一头坦格利安家族的标志性银发，但从小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甚至在全城百姓的眼里，口碑都不怎么好。大儿子伊耿二世整天吊儿郎当，没个正形，叛逆、懦弱，沉溺于享乐。二儿子伊蒙德从小就没有自己的龙，长大以后又性格嚣张好战，还经常流连于妓院。三儿子戴伦年龄太小，从小就成长在两个哥哥们的阴影之下，没有什么主见。这三位男性继承人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治理好王国的明君。但反观国光公主雷尼拉的儿子，长子杰卡里斯性格勇敢，他和弟弟路斯里斯两人从小就学会了驾驭巨龙，并且认真地接受各种王子教育，也练得一手好剑法。唯一存在的问题是，雷尼拉的儿子都是黑发，并没有坦格利安标志性的银发。
这让风言风语在君临城的大街小巷疯传，许多人都觉得他们都是雷尼拉偷情以后的私生子。御林铁卫卡盖尔兄弟2人中，伊利克卡盖尔就认为，在绿党的海塔尔家族的把持下，老百姓民不聊生，暴乱四起。几个年幼的王子虽然一头银发，但都不堪国王重任，长此以往，可能国将不国。并且老国王韦塞里斯也确实表示过，女儿雷尼拉才是唯一继承人。而另外一位亚历克卡盖尔却认为，既然绿党的小王子已经经历了加冕仪式，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国王，那身为御林铁卫的自己就应该无条件效忠于王室，绝对不能有二心。于是原本手足情深的兄弟2人现在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在他们2人之间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刚才我们谈论了这么许多，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选择中的2个选项没有哪一个是绝对意义上对的，也没有哪一个是绝对意义上错的。这2种选项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甚至就像是卡盖尔兄弟2人自己，在整个故事里都没有明确地指明过这2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但兄弟2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这2个选项根本就容不下彼此。选择很多时候本身就是痛苦的，因为一旦选择，就意味着你必须为了其中的一个选项而放弃另一个选项，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背叛另一部分自己。卡盖尔兄弟2人也因此分道扬镳。亚历克卡盖尔遵守了御林铁卫的誓言，留在了君临城，支持绿党海塔尔家族。伊利克卡盖尔遵循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带着老国王的王冠投奔了龙石岛的雷尼拉公主。铺垫了这么多，我们终于要谈及一些心理学领域的话题了。在心理学意象以及文学创作背景中，常常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镜像。简单说，如果我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一个人照镜子的画面，无论镜子中出现的是不是他本人，很多时候我们作为观众都可以多留一个心眼，或许在那镜子里的就是那个人某种意义上的自己。因为在人们的内心认知里，镜子就是用来照见自己的。而更进一步的是，文学作品还经常会将这种表现形式扩大，镜子经常会变成其他形式的某种阻隔，例如门或是窗户这样隔开两侧的物品，但是站在门或窗户两侧的2个人又都能看见彼此。在这种场景下，很多时候站在两侧的2个人也会存在许多的共同点。再扩大一点，这种镜像还可以是隔着河流、隔着车水马龙的马路，甚至是2人中间并没有隔着什么，但是2个人仍然相互对视。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镜像。在2019年所上映的心理惊悚剧《小丑》中，就有过这样一个场景。小丑深信自己是老韦恩的私生子，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了韦恩庄园，想要见一见老韦恩，却隔着庄园的大门见到了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布鲁斯·韦恩，也就是日后的蝙蝠侠。在这个场景中，2个人中间隔着一道紧紧关闭着的大铁门，门的里面，小布鲁斯是韦恩的亲儿子，是韦恩家族未来的继承人，而门的外面是当时还没有彻底黑化的小丑。那个时刻，他也认为自己是韦恩的儿子。门里门外2个都是韦恩的儿子，本应该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
但门里的那一个锦衣玉食，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门外的那一个深受身体和精神疾患的困扰，丢了工作，没有积蓄，还不得不照顾年迈的母亲，生活拮据，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而这种镜像表现手法最为极端的一种模式，莫过于亲兄弟或亲姐妹了。龙王家族中的卡盖尔兄弟就属于这种镜像。表面上看，亚历克和伊利克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作者刻意隐瞒了两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的细节，又为两个人设计了仅仅只有一个字母之差的姓名，以及旁人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长相。所以与其说这是兄弟两个人，我更愿意把他们两个看作是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的人格，以及由这两种人格分化而衍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他们就像同一个灵魂内部的分裂，一边是选择忠诚于制度和规则，而另一边则选择忠诚于自己所认为的正义。如果站在荣格学派的角度去看，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彼此的阴影。当一个人选择了无条件忠于制度和规则，那他就压抑下了自己的人性和真实的内心，就像故事中的施坦尼斯那样，压制着内心巨大的不忍和悲痛，也要选择献祭自己的女儿，只是为了那个在既定规则之下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当一个人选择了自己内心的真实，就会将违背自己内心的外部世界全部压抑下去，就像是詹姆·兰尼斯特那样，为了君临城全城百姓着想而杀死了蜂王，但却从此背上了弑君者的骂名。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是自由的，而这个自由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无脑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去考虑是不是会对其他人造成麻烦和困扰，或是会产生一些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相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们所强调的自由，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做出的选择将我们导向了一个对自己和他人都好的结果，那自然是非常不错的。但我们也要能够看到，如果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好的结局，那我们就应该仔细的思索和考量。而如果最终我们自己做出了决定，而最终不好的结果也确实出现了，那我们也不应该去逃避或否认它，更不能将这些东西转嫁到那些无辜的人的身上。这才是一个心理成熟的成年人应该有的行为。而在这其中更有一种隐藏得更加深的选择行为，那就是不做选择。很多时候，那些习惯性不做选择的人，通常是不想因为自己做错了选择而面临承担责任的结果。例如职场上的中间管理层人员，有的人已经习惯于拿着上级领导签过字或是印发的文件，直接转发传达给下级人员，自己只做一个经手的人。这样一来，万一这个决策出现了问题，那责任也全部都在做出这个决策的上级领导那里，自己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我也见过许多成年人，在步入职场许多年之后，因为自己工作不顺心，或是对工作不满意，会开始责怪自己的父母，理由是都怪他们当初非要我进这个行业。也有不少刚刚从大学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发现自己面临工作不好找的局面，会转而责怪起自己的父母，都怪他们当初非得让我考这个学校。而另外一个更加常见的例子就是吃饭。
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两人，当其中一个询问另一个今晚想吃点什么的时候，那个人回答随便，这就是典型的不做选择。但如果对方准备的晚餐不合自己的口味，他就又会怪罪对方怎么这么难吃。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例子当中的当事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往往在一些重大人生事件发生的时候，让别人替自己做出选择，并且非常巧妙地把这种行为隐藏在是他们逼我的这个完美的理由之下。这样一来，当自己迎来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结局的时候，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怪罪别人，将责任完全甩了出去。可是你想过没有，不做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决定权交给其他人。可是人在许多时候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把决定权交给其他人，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个其他人都会站在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来替我们做选择，并且这种行为与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没有关系。例如参加高考的学生，把填报哪个学校、什么专业全都一股脑儿地丢给自己的父母，看似为了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责任而不做选择，但实际上由于父母的出生和成长环境与年轻人之间可能存在着天壤之别，而父母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会依据自己当年的经验来进行判断。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父母做出的决定很有可能会完全不适合不远的将来。卡盖尔兄弟中的亚历克·卡盖尔就是这样，他看似没有做出任何选择，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维持原状，留在君临城里，继续保卫当下坐在铁王座上的人。但是伊利克·卡盖尔却替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分道扬镳。正是这个选择让兄弟二人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结局。不久之后，刺客潜入皇宫，御林铁卫长官克里斯顿·科尔出于自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想要掩人耳目自己与阿利森偷情的事情，找到了亚历克，并且声称他当初没有能够阻止自己的孪生兄弟出逃背叛，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于是亚历克被迫来到了龙岩岛，刺杀黑党的核心国光公主雷尼拉。兄弟两人在龙岩岛，在雷尼拉的房间里相遇了。他们两人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袍和御林铁卫盔甲，留着一样的发型。几轮交手过后，雷尼拉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谁了。听到骚动赶来的护卫们也一时搞不清楚究竟谁是谁，甚至就连观众们也在几个镜头交互之后完全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了。这段故事像极了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神话故事《西游记》当中的真假美猴王的故事。有许多读者和观众都倾向于认为，在真假美猴王的故事里，由六耳猕猴幻化出来的假大圣，某种程度上也是真大圣内心邪念的显化。而龙王家族中的这一场兄弟之间的惨斗，何尝不是如此？当其中一人最终打败了另一人之后，包括雷尼拉在内的现场其他人也都一时之间不敢靠近活下来的那一个，他们完全搞不清楚是谁杀死了谁，直到他跪在雷尼拉面前，伴随着一声抱歉女王，然后用宝剑刺入了自己的腹中，自杀身亡。雷尼拉这才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个是给自己带来了王冠并发誓效忠自己的伊利克·卡盖尔。明明伊利克赢了，他杀死了作为刺客潜入的亲兄弟亚历克，
他保护好了自己发誓效忠的女王，可为什么他还是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呢？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但也非常悲伤，因为这兄弟二人所面对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另一个自己。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受训，一起当上御林铁卫，一起发誓守护国王。他们清楚地知道彼此的动作，知道彼此的习惯，也知道彼此身上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于是那场战斗看起来完全不包含任何的仇恨、嫉妒、愤怒，或是对权力的无边欲望。相反，那更像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而如果我们从心理层面去看，他们挥剑相向，并且最后真正杀死的也许从来就不是彼此，那就是自己。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无论是原作的故事还是电视剧中，创作者都完全没有明确谈及过亚历克和伊利克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因为完全就没有必要去做任何区分，他们两个完全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人。卡盖尔兄弟的死或许是全游世界里最令人惋惜的死，我们根本无法说清他们两人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更让人难受的地方在于，在充满了算计和利用的故事背景里，他们两人其实都不能算作是坏人，他们只是彼此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人生很多时候最残酷的事情也正在这里。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实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也并不总能遇到哪一个正确的答案。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某种撕裂的取舍中选择自己愿意承担的那个选项。只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都有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自己，而留下来的则会内化成为我们内心的一部分，陪伴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好啦，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要说的，我会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或意见。如果今天的内容也让你想起了你身边的某个人，那就请你把这集视频转发给那个人，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建立起来的粉丝群组，你可以在群组里点播任何想要看到的内容，也可以找我们的心理师谈一谈自己的近况和遭遇。谢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下次再见。